你家里有没有一批常年在角落里积灰的物品？买的时候觉得它的功能很吸引人，实际用过2次后又觉得很鸡肋，既不想用又舍不得扔，只能沦为笑柄。就比如网友总结出的下面这6个坑人的居家物品，曾经每一个都因功能强大好用而被吹捧上天，如今个个沦为笑柄，劝大家别再买了。1. 豆芽机。中国人对于种菜仿佛有着天生的执着，有院子的种在院子里，没有院子就种在阳台上，再不然也要在窗台上放几个小盆种植大蒜小葱。网友艾特一小只花猪说自己的妈妈就热衷于在家种菜，阳台一侧放满了各种青菜，不仅如此，还曾特意花了100多块钱买了一台豆芽机，说是自己发豆芽更干净、卫生还方便。但是用过2次体验完新鲜感后就彻底放弃了，现在这个豆芽机已经彻底闲置了，连老妈都嫌弃它。原因如下：一、麻烦，种菜是一种乐趣，但是豆芽机需要早晚换水，不然就会烂根。2. 设计不合理，看似是2层，其实下面一层豆芽根本长不起来。3. 收成少，冬天的时候用了2次，加温功能不行，10多天才能长成，而且一次少得可怜。4. 对豆子有要求，最好是当年的新豆子，不然很容易发霉烂根，而且即使是新豆子长出来的豆芽，卖相也不好。用网友妈妈的话来说，有这功夫真不如去超市买好一点的豆芽吃了，一包豆芽也才2块钱，比这省事多了。2. 酸奶机。喝酸奶对肠胃比较友好，所以很多人都有每天喝酸奶的习惯。为了能喝上更健康无添加剂的酸奶，就有人选择买酸奶机在家自制酸奶。网友艾特老实人一个，说自己就是那个花钱买了酸奶机，想自制酸奶给孩子喝的大冤种。买了酸奶机还要买酵母、酸奶瓶，各种小工具，制作过程中还要严格按照配比要求，不然就会翻车。再通过发酵、冷藏等多个步骤后，才能把酸奶做好，耗时又耗力。最关键的，自己做出来的口味真的不行，孩子尝了以后就不愿意喝了，妥妥的费力不讨好。3. 压蒜器。对于北方人来说，蒜泥和蒜粒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大多数家庭想吃蒜泥可能会选择蒜臼子，但是很多年轻人不会用，于是就出现了压蒜器。网友艾特唧唧歪歪说自己家平常喜欢吃饺子以及各种蒜泥做的菜，看到很多人推荐说压蒜器方便又快捷，就入手了一个，买回来第1次用就被家人吐槽交智商税了。这种压蒜器太小了，一次里面只能放2-3个蒜瓣，吃一餐蒜泥生菜都要压3-4次，这要是想吃一盘蒜泥小龙虾还不把手压废了。而且这玩意儿太难清洗了，每次用完都要拿牙签一个孔一个孔的挑着洗，不然留下的蒜泥会有蒜味，怕发臭。4. 跳舞毯。年轻人总是热衷于为好奇买单，就比如网友艾特小樱桃吐槽说自己买过最没用最坑的物品就是跳舞毯了，买之前看到介绍说可以在家跟着跳舞，不仅能练舞还能健身，想想就很美好，于是果断下单。买回来后发现和电视机连接容易接触不良也就不说了，里面的歌曲也很少，而且自己没有舞蹈经验，根本跳不起来，音乐大了容易被投诉，音乐小了没感觉，总之就是被闲置了。网友奉劝大家，除非你自己会跳舞，或者家里有小孩子给小孩子当玩具，否则还是不要入手了。真想跳舞，不如去楼下和阿姨们一起跳跳广场舞。5. 自动炒菜锅。买之前以为这是厨房小白神器，买之后发现妥妥的智商税。网友艾特无敌小可爱说自己是一个厨房小白，完全不会做饭，但是又担心总吃外卖不健康，于是就斥巨资买了一台自动炒菜锅，想着自己只要买好食材就行了，但实际却发现根本不是自己想的那样。有了自动炒菜锅，你要自己买菜、洗菜、切菜，按照炒菜锅给出的食谱，准备好各种食材调料，开机后再按照提示把各种食材和调料依次放进锅内进行翻炒，炒好菜后还要自己手动洗锅。说白了，自动炒菜锅能给你省去的就只是翻炒这个动作而已。要说优点，大概就是可以给你提供菜谱和提醒你放入食材吧。网友无奈地说，大几百块钱的东西每次用它都觉得可笑，如今放到二手平台上3折都无人问津。6. 电动足浴盆。很多人都有泡脚养生的习惯，一盆热水再加一个药包，能褪去1天的疲劳。网友艾特小星星说自己父母就特别喜欢泡脚，不过每次泡脚都还要准备一个热水壶放旁边，以便随时加热水。为了表达自己的孝心，就给父母买了一个电动足浴盆。父母第1次用的时候还很开心，足浴盆里带摇按摩功能，比较舒服，而且热水可以保温也很方便。但是用了1个月后就被丢在阳台角落里了。网友父母说，一家人共用一个泡脚桶不卫生，父亲的脚气病都传染给母亲了，而且每次要到卫生间里接一大桶热水，挪到客厅插座旁也不方便，那么大一个足浴盆放哪里都太占地方，不好收纳。虽然网友表达了孝心，但也确实是交了智商税。结语：很多时候我们买东西都是被商家吹捧的功能所吸引，但实际上却并不实用。以上这6种物品就是妥妥的智商税，劝大家别再买了。
你有没有发现，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网红家居用品出来，功能被各种夸大吹捧，但是却经不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最终只能沦为笑柄。在这个过程中，商家是赚得盆满钵满，推荐他的网红也是名利双收，而消费者成了唯一受害者。就比如下面这6样家居用品，有多少人是冲着他们的功能买的，最终却被坑了的？一、多功能 S 型裤架。衣柜空间不够用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使用一些收纳工具，希望能把多余的空间利用起来。多功能 S 型裤架的宣传就是利用长挂衣区下方的空置空间，把裤子一条一条的叠挂起来。使用 S 型裤架只需要一个衣架的空间，却可以同时收纳5、6条裤子，确实是节省了不少衣柜空间，但是用起来超级不方便。裤架上的裤子全都是贴在一起的，在拿取的时候会出现前后不平衡的状态，想拿出其中一条裤子，就需要把整个裤架都拿出来，非常不方便。而且也不是所有裤子都可以放上面，稍微厚一些的裤子根本挂不上去，属实坑人。2、空气炸锅。空气炸锅真的是风靡一时过，一句万物皆可无油炸的宣传就把它推上了当年的小家电销售榜首，大家家里应该都有1、2台吧。空气炸锅最大的优点就是不需要把食材完全放进油锅里烹炸，只需要少许油，甚至不需要油就能吃到油炸口感的食物。无油炸更健康，这是它的优点，但同样也是它的缺点。食材没有经过油脂的浸润，只是把其中的水分烤干了，所以在口感上无法达到油炸般的外酥里嫩。而且由于食材是在密封的炸锅内，无法及时观察它的熟透情况，所以经常不是烤糊了就是没有熟，很尴尬。另外，空气炸锅被弃用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它不好清洗，它不像普通的锅具可以直接放在水龙头下冲洗，它底部和顶部都有加热圈，是不能泡水的，只能擦洗，基本很难完全清洗干净。这也就是为什么空气炸锅的使用次数多了以后，烤出来的食物有一股酸涩的塑料味的原因。3、豆袋。豆袋又称懒人沙发，听上去好像是给懒人的福利，其实只要你用过1次后就知道自己被这个名字坑了，它真的不好用。豆袋其实就是一个布袋，里面包裹着泡沫颗粒，躺上去是柔软的，但是你躺上去和起来的这个过程很狼狈。豆袋放地上是低矮的，你要躺上去就需要先放低自己的重心，趴下去或者跪着躺上面，起来的时候也需要用手肘支撑。另外，成年人躺在上面的时候，要么是脖子没有支撑，要么是腰部和臀部悬空，整个身体是无法完全放松的，很难受。如果你想清洗布袋的话，就需要把里面的泡沫颗粒全部倒出来，它们会飞得你全屋都是，吸尘器都吸不干净。4、恒温杯垫。这个东西不能说它完全是智商税，但是用起来就是觉得很坑，可以说是既实用又鸡肋。说它实用是因为它确实可以加热，比如放在办公桌上给玻璃水杯里的水保温，但是如果你想用它来加热，那真的要劝退了。用恒温杯垫加热牛奶的时候，你会发现10分钟后尝一口是冷的，再过10分钟后只有最底下有一口热的，加热效果特别差。如果只是用它来保温确实没问题，但是加热功能比较坑。不过话说回来，保温的话为什么不直接用保温杯呢？还更方便。5、酸奶机。很多人都喜欢吃酸奶，又担心外面买回来的有太多添加剂，就想自己动手做还能省点钱，于是就入手了酸奶机。说实话，酸奶机本身并不是很贵，但是要做酸奶，你除了酸奶机外还需要牛奶、菌粉、白砂糖、酸奶储存瓶等，而且过程比较长，发酵好后还需要冷藏1晚上，最后发现自己做的口感总是偏酸，远远不及超市买来的好吃。6、麦饭石不粘锅炒菜糊锅。确实是很多人做饭时的苦恼，因此当麦饭石不粘锅出来的时候，在商家和网红的吹捧下，大家争相购买，但是买回来后发现这玩意儿其实就是智商税啊。很多人以为麦饭石不粘锅是用麦饭石做的锅，就像铁锅是用铁打造的一样，其实麦饭石不粘锅和麦饭石根本没有半毛钱关系，它只是在普通锅具的表面加了一层麦饭石色的涂层而已，涂层很薄。如果用铁锅铲或者烹饪一些带有尖角的食材，比如炒螃蟹时，涂层上就会有明显的划痕，要不了多久就会看到涂层有明显的脱落。没有了涂层的不粘锅就变成了粘锅。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只听商家或者网红的推荐和夸大，一定要理智选择购买，不跟风不冲动，理性消费，才能减少被坑的可能。很多人都喜欢跟风买东西，尤其是一些小件的家居用品，看到商家和网红大肆吹捧宣扬产品的卖点，就觉得它真的可以解决生活痛点，于是就果断入手，买回来自己亲自用了以后才知道又是一个鸡肋产品。就比如下面这8样家居用品，每一样都曾经被吹捧上天，结果用了后才知道是智商税，真的太坑人了。看看你家有几个。1、鸡蛋滚动盒。
卖点比传统鸡蛋收纳盒更节省空间，而且鸡蛋可以一个一个自动滚动下来，拿取方便。鸡蛋在滚动状态下能避免内部蛋清蛋黄的沉淀。现实，这种滚动盒确实比普通的平铺型收纳盒要节省空间，但是一次性收纳数量上减少了，而且价格略贵。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它宣传中最大的卖点——滚动式自动补蛋根本不好用。由于鸡蛋大小形状不一，滚动过程中大的鸡蛋卡住下不去，小的直接冲到最下面，容易破碎。鸡蛋破了还要收拾盒子，无疑是给自己增加了家务。另外，它的收纳量比较小，如果家里人口多，一次买个3、4斤鸡蛋的话，根本放不下，还是要另外找地方放，比较鸡肋。2、分层鞋架。卖点：原本一双鞋子的空间，利用分层鞋架可以放下2双鞋子，充分利用鞋柜，是小户型鞋子收纳神器。现实，这种分层鞋架在使用时对鞋子的大小高低都有要求，如果是普通的平底皮鞋放进去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是男士的高帮运动鞋，或者鞋面稍微宽点的洞洞鞋，根本放不进下层。如果只是用来收纳普通拖鞋或者小朋友鞋子的话，那确实没问题，但是如果想常规家用，真心劝退。3、刀筷消毒机。卖点：可以直接收纳刀具和筷子，有些产品还带有砧板架，收纳能力满分。另外，内部带有紫外线消毒灯，通电以后可以给刀具、筷子消毒，节省了买消毒柜的费用。收纳、消毒功能2合1。现实，所谓的消毒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紫外线灯珠，效果很差，而且不带有烘干功能。湿漉漉的刀具、筷子放进去后很容易发霉，由于每次刀具、筷子刚清洗好，还在滴水状态下放进去的，所以消毒机底部会有不少积水，时间久了就会发霉。消毒机不能消毒，反而成了霉菌滋生地。即使有些消毒机的底部可以拆卸下来清洗，但是机身内部是不能拆洗，也不能自清洁的，很不卫生，不如直接买个刀架和筷架，便宜又好清洗。日常使用的刀具只要清洗到位，然后放到通风处晾干，根本不需要特别消毒。筷子也是如此，不过木质筷子即使是干净的，最好也要半年更换一次，更有利于健康。4、电热毛巾架。卖点：通电后可以烘干毛巾、内衣裤等小件衣物，冬天洗澡时还可以给浴巾、换洗衣物加热，平常还可以当作毛巾架使用。现实，卖点中的功能确实都可以实现，但是也很鸡肋。电热毛巾架要想有烘干加热效果，就必须保持通电状态，还是比较费电的，而且烘干后的衣物比较硬，看着是一层层的横干，但其实能放的毛巾数量很有限，多放2条就要叠放一起了，而且体积大，太占地方。如果非要说它有用的话，大概就是只适合南方的梅雨季和回南天的时候，可以临时烘干毛巾、内衣裤，免得没得穿。北方家庭的话，还是劝退吧。5、勺盖一体调料罐。卖点：简约大方，勺子和盖子是一体的，单手取用调料很方便。现实，超级不好用，装调料的时候如果装得太满，勺子放不进去，需要使劲倒进去，很费劲，用到后面调料少了后，勺子又够不到底。也正因为勺子和盖子是一体的，每次使用过后需要用力盖上盖子，不然里面的调料就会受潮，还不如直接用调料原装的袋子方便。6、蚝油按压嘴。卖点：按压式出油，操作方便，不用再甩蚝油瓶了。现实，虽然可以按压式出油，但是出油量很难控制。最大的缺点是按压嘴的吸管不是密封的，时间久了以后就会发霉，瓶口周围由于不能完全吻合也会发霉。拆封后的蚝油是需要放冰箱冷藏的，如果没有密封，也容易被冰箱内的其他食材污染，所以还是用原装的盖子倒过来放比较卫生。7、硅藻泥地垫。卖点：吸水块，用在淋浴房旁边，可以吸干鞋子上的水，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造型各异，颜值也高。现实，它除了吸水块以外，真的就没有其他优点了。吸水也只能是吸干鞋底的水，脚面缝隙的水还是吸不掉的，而且它特别不耐脏，沾了水后很明显的会变黑，1个礼拜不刷洗就会发霉有异味，清洗也比较麻烦，当做一次性的地垫使用还可以。8、挤牙膏器。卖点：懒人必备，不需要自己用力就能轻松挤出牙膏。现实，说它是懒人必备，我真的不敢恭维，用它比自己挤牙膏费劲多了。并不是每次挤出来的牙膏量都一样，主要看牙刷按下去的早晚，有时候牙刷放早或者晚了，牙膏就会掉出来，还要清洗它，非常麻烦。有清洗的功夫，真的不如自己挤牙膏了，省事了。说在最后，虽然这些小件家居用品的价格都不算贵，但关键是它不实用，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增加问题。对于这类产品，还是劝大家不要轻易购买，以免交了智商税。不可否认，这些年家装行业随着工艺技术的革新，产品的迭代升级，应运而生出很多新的装修设计。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好的设计和产品，兼顾了美观与实用性，不仅提高了装修档次，同时也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但是
也有一些看似高大上的装修设计，却是外强中干，实用性很低。本期小东就给大家盘点5个中看不中用的装修设计，奉劝你别再盲目效仿了。超大落地窗。整面的超大落地窗非常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大玻璃落地窗不仅颜值高，采光好，还能拥有极佳的视野，看后怎能不让人心动？但是很多商家为了利益，对于超大玻璃落地窗的弊端却熟视无睹，这也导致很多安装完超大落地窗的业主都后悔了，抱怨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总结来说，无外乎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安全隐患。落地窗本身就存在自爆的风险，玻璃面积越大，意味着风险越高，特别是高层住宅要承受更大的风压，为了美观却要牺牲安全性，付出的代价太大。性能弊端。首先，超大玻璃的通风效果较差，这一点不要质疑，因为玻璃面大，也不便于开窗。其次，私密性差。整面透明玻璃会让房间内的状况暴露无遗。成本问题。大玻璃落地窗虽美，但造价也非常高，自身材料价格就贵，同时还要承担运输、吊装、安装和维护上的费用，就算一个普通小阳台，也至少要大几万元。综上所述，这就是小东不建议大家盲目跟风超大落地窗的原因。金刚网纱窗。金刚网又称防盗纱窗，凭借质地刚硬、结实耐用，同时还兼具非常好的防盗效果，市场上一经推出就深受业主们的喜爱。然而，很多人在装之前只了解了它的优点，对它的缺点却一无所知，结果尝试后才发现自身缺陷还比较明显，甚至让人无法接受。其通风性差，影响采光，这2点也是被大家诟病最多的地方。厚重的不锈钢网格把外边的光线和空气都挡住了，有业主对它的评价简短到位，家里很暗，密不透风。其防蚊效果差，这种金刚网纱窗的网眼比较大，根本没办法挡住体型较小的蚊虫，尤其是夏天，只要一开窗就到处是小飞虫，着实让人头疼不已。其清洁难度大。金刚网堪称是灰尘集聚地，3天不擦，网格上全是灰尘、毛絮，不用刷子都很难清除上面的污垢，所以很多用过一段时间金刚网纱窗的业主才会吐槽说，花那么多钱买个鸡肋纱窗真的太糟心了。对于纱窗的选择，小东建议首选综合性价比更高的高透网。相比于传统的金刚网，它的质地更为轻薄，且不会影响到透风和采光，同时兼顾了防蚊虫的效果。吊轨推拉门。用过传统推拉门的业主都知道，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时间一长，突出的轨道凹槽里非常容易积灰，且藏污纳垢，不好清理。有需求就有市场，推拉门厂家经过工艺升级、改良换代后，研发出更加高大上的吊轨门，似乎弥补了地轨门的缺陷。不可否认，吊轨推拉门美观性更好，因其轨道在上方，因此地面也无卫生死角，方便清洁打扫。但很多人还是忽视了它自身的缺陷，那就是承重问题。首先，铝合金门自身的重量就不轻，如果墙体不够稳固，时间一久，必然会出现推拉门下坠、摇晃等情况发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其次，上方轨道设计必然对安装标准要求极高，稍有偏差，导致两侧高低不平的话，就会让移门偏向一边滑动，而且维修难度也非常大。所以，奉劝大家还是不要轻易尝试。小东建议可选择嵌入式同条轨道的推拉门，既兼顾了安全和稳固性，同时也不用担心凹槽藏灰不好打扫。悬空电视柜。大尺寸电视或者投影幕布搭配悬空式电视柜，这些年已经成为了新的流行趋势。悬空电视柜造型简约大气，而且不落地的设计，更加节省空间，兼具美感的同时，不仅多了收纳空间，还没有卫生死角，所以这么多优势让它成为很多家庭客厅电视墙装修的首选方案。也不足为奇，设计安装前必须要看一下你家的背景墙是承重墙，要确保结实安全，否则后期电视柜变形下坠掉落是迟早的事。所以如果你家不是承重墙面，千万不要轻易跟风。换句话说，悬空电视柜虽美，但却要牺牲安全性去换，显然是不值得的。玻璃门衣柜。不否认透明玻璃门自带高级感，能迅速提升衣柜的质感，而且比普通柜门更有空间感，视觉上也更加通透，特别符合年轻人装修对于高颜值的审美需求。但好看归好看，回到现实生活中，没用过的人不会知道它有这些缺点。首先，
你要有天天收纳整理的决心，否则的话，内部就会显得非常凌乱，毫无美观可言。其次，你要足够的勤快，因为玻璃材质简直就是指纹的收集器，几乎是一摸一个手印，不勤擦的话，看上去就会非常的脏。另外，玻璃柜门还容易反光，如果用在卧室衣柜门、起夜上厕所、睡梦中，还会被玻璃中的倒影吓一跳。除此以外，玻璃门衣柜自身的价格也不低，往往是木质衣柜的2-3倍，所以综合来看，不管是实用性还是性价比的角度，都不如普通衣柜门，省心省事。说到这里，大家发现没有，这期分享的5种装修设计，虽看上去很高大上，但却违背了人性化的设计需求，中看不中用的产品，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鸡肋，希望大家不要踩坑。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电视机也升级换代为现在的智能电视。目前来说，传统的非智能电视都已经销声匿迹了，想买也很难买到了。与传统电视相比，智能电视从问世到技术革新，带来电视行业的3大巨变。第一，屏幕大，价格亲民。智能电视技术升级带来尺寸上的变化，不可否认，现在的电视屏幕越做越大。目前来说，市场上的75寸、85寸、98寸的巨幕智能电视已经非常普遍了，可以说在家就可以享受大屏电视带来的视觉冲击感、影院式的沉浸感，让咱们的观看体验更过瘾、更爽。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智能电视价格也越来越便宜，75寸的3000元左右就能入手个大品牌，85寸的更是从年初近万元的价格一路下跌到现在的5000多元，用白菜价来形容也不足为过，甚至还比不上一部高端智能手机柜。第二，画质优越，清晰度高。随着显示技术的发展，电视行业也经历了3大阶段，从早期的彩色 CRT 电视，再到等离子技术、液晶技术的普及，以及 OLED 技术的出现，带给用户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电视的画质越来越好了。不仅如此，现在的智能电视在清晰度、对比度、亮度、色域等方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目前来说，基础入门款的智能电视大部分都是 4K 高清分辨率、全面屏占比、高亮度、高对比度、高刷新，这些也基本都是标配了。第三，内容丰富，功能多。传统的电视基本都是固定的几个频道，看节目往往不能随心所欲的去选择，只能是电视台放什么，咱们就被动的看什么。而与传统电视不同，现在的智能电视本身就搭载了多个视频平台，里边收录了大量的电影、电视、综艺、体育等内容，因此电视节目也更加丰富，想看什么可以自行搜索，更加便捷。另外，现在的智能电视也不仅仅是一个电视节目的播放器，因为搭载了智能的操作系统，在功能方面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比如说语音操控、手机操控、智能投屏等，而且同时还可以下载各种 APP、上传文件、连接主机玩游戏，其丰富的功能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综上所述，传统电视被取代也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智能电视有诸多的优势，按理说应该是越卖越好才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据网上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近些年的智能电视销量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从当年的万人迷到日渐被冷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智能电视为何会跌下神坛？本期小东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作为过来人，我总结出5个原因，大家不妨一起看看分析的对不对。一、开机频率低。现在的电视开机频率越来越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得不承认，大多数家庭花大几千买回家的智能电视，几乎成为了客厅的一种装饰品，一个摆件1年也看不了几回。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几乎代替了电视的所有功能。对比之下，用手机看新闻、追剧、刷视频、玩游戏会更加方便，所以也就逐渐成为了大家的习惯。长此以往，这也就导致了电视的使用时间被大大缩减。因为电视的需求越来越低，所以很多人装修新房干脆就放弃了购买电视。二、操作过于复杂。实话实说，现在看电视的多数还是以老年人为主，年轻人更习惯用手机，而中年人为了养家糊口，每天忙得连吃饭都顾不上，哪有时间看电视？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现在的智能电视操作太过复杂，光是遥控器就配备2-3个，打开电视电源还需要切换到电视机顶和信号，好不容易跳转到播放页面，映入眼帘的又是5花8门的视频平台，想要找到自己想看的节目更是难上加难。想想看，现在有多少老年人是等着孩子帮忙开电视，然后自己可能只会换台的？不客气地说，
目前的智能电视现状就是年轻人不爱看，中年人没时间看，老年人看不了，所以智能电视销量一路下滑，也就不足为奇了。3. 烦人的广告。现在的智能电视没完没了的广告确实让人不胜其烦。首先，开机之后就得先看一段广告，特别是一些售价比较低的电视，开机广告的时间更长。其次，节目的片头和片尾还会有广告，如果不想被广告烦，还得花钱开通会员。另外，一些热播的电视剧还有大型综艺节目还会插入植入广告，可以说看一次电视，光是看广告的时间就被占用1/3，体验感非常差。这也是智能电视渐渐被冷落的重要原因。4. 付费节目太多。虽然现在的智能电视节目越来越丰富，但可以看的好看节目却不多，大部分可以免费看的节目都很垃圾。如果想收看热门或精品节目，基本都是收费的。这也让不少消费者吐槽，在电视里看电视竟然还要充会员，这甚至让很多家长干脆把家里的电视遥控器藏起来，以免被小孩子偷看电视，不小心开通了会员，平白无故损失大几十元。而且下个月如果忘记取消会员，还会被连续扣费。慢慢的，大家也就不难发现，现在的智能电视隐形消费太多，所以也就干脆选择不买，不看电视了。5. 投影仪充机。不得不说，现在的家庭投影仪普及率也越来越高，对智能电视市场也是个不小的冲击。面对越来越低的开机频率，电视已经不再是刚需家电的必选项了。很多年轻人装修新房更青睐于投影仪。和电视相比，家庭投影仪使用更加灵活，摆放位置不受限制，并且能带来更大的屏幕体验。虽然在画质的亮度和清晰度上不如电视，但偶尔在家看个电影的年轻人来说，足可以满足观看需求了。总结一下，智能电视之所以被渐渐冷落，主要是因为大家对它的需求越来越低，而且使用体验感不好，操作复杂，各种广告、隐形消费等等，所以才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嫌弃。再加上家庭投影仪的冲击，销量一路下滑也是情理之中的。不过话说回来，智能电视的家庭地位虽然大不如前，但依然是客厅 C 位的绝对霸主。如果家里没有一台电视，总觉得好像少点什么，似乎没有了家的味道。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更希望电视厂商实现了技术创新的同时，可以与时俱进去探寻用户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才不会被大众所抛弃。不管你预算多少，这9种家用电器不建议投入，花钱多还不实用。1. 专用滤芯净水器。对于水质不好的家庭，安装净水器还是很有必要的，但千万别选那种专用滤芯的产品，否则的话，少则半年，多则1年，一次换新成本就500-600，甚至上千元。有这钱，还不如常年喝桶装矿泉水来的划算。2. 中央空调。普通住宅真没必要装中央空调，价格贵，耗电高，维修难，从哪方面看都不如分体式普通空调省力省心。其实中央空调主要是针对商用，比如写字楼、酒店、商场等大型场所，因为面积大，而且对温控要求高，普通空调自然达不到效果。3. 低糖电饭煲。说白了，就是打着健康养生的噱头收割智商税，通过智能科技将淀粉分离出去，从而降低米饭中的含糖量，想想都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别再去当冤大头了，所谓的低糖电饭煲根本对降血糖毫无作用。4. 电动烘干晾衣架。电动晾衣架确实比手摇的更省力，但我劝你买个带升降照明的就挺好，千万别选那种多功能合体的，尤其是又是烘干又是杀菌的，又贵又不实用，烘干效果差不说，还老费电了，都不如直接在阳台上风干来的实际。5. 空气净化器。事实证明，新房装修完开窗通风是去除甲醛最有效的方法。别想着买个高端空气净化器来净化甲醛，它的主要材料就是活性炭，只有少量吸附能力，而且活性周期很短，效果真的微乎其微。6. 家用跑步机。家庭跑步机大概率买回家都会被闲置，很多人买前雄心壮志，实际情况就是搬回家就新鲜那么一阵，之后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看着自己日渐肥硕的身体，以及沦为阳台晾衣架的跑步机感叹，辛苦挣的血汗钱又打了水漂。7. 智能冰箱。美其名曰可以做饭的时候搜食谱，听个音乐，同时还能显示时间和天气，实时监控制冷温度。但对于冰箱，最该关注的不是冷冻和保鲜吗？这些所谓的智能功能，你会经常用到吗？而且动辄1-2万的价格，实在没有性价比而言，
8. 壁挂洗衣机。壁挂式洗衣机不推荐的理由就是不安全，因为它在工作中会产生强大的震动，会导致有掉落的风险。另外，结构原因，内部容量很小，根本洗不了几件衣服，价格还卖得很贵，性价比实属不高。9. 厨房凉霸。千万别被它的名字给欺骗了，其实就是个换了壳的风扇，根本起不到制冷降温的作用，吹出来的就是自然风，冬天用不上，夏天你不敢用。你要问为啥？因为凉霸一旦开启，等于把屋顶的热气都吹下来了，你会感到更热了。